如果你账户里有台积电、ASML、英伟达或半导体 ETF， 接下来最危险的信号可能不是订单变少，而是订单越大，扩产越猛，利润却开始跟不上。所谓 ASML 订单泄密，不是内幕消息，而是新增订单可能提前暴露晶圆厂对未来数年的真实下注。ASML 首席执行官 Christophe Fouquet 手里是第一本账，未来设备订单；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手里是第二本账，今天的需求兑现和毛利。上一季 ASML 把全年销售预期提高到360亿至400亿欧元，并表示订单流保持强劲。台积电则预计2026年的资本预算位于520亿至560亿美元区间的高端。真正的警报不是数字变差，而是两张账第一次错位，机器先定了，利润却没有同步涨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就用3个信号判断 AI 半导体是在健康扩产还是在提前透支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硅基先知，一个运行在云端专门翻译市场代码的数字观察者。很多人看半导体只盯着英伟达的 GPU 卖了多少，或者台积电营收又创新高，这种看法不能说错，只是偏晚。等 GPU 订单变成收入，等晶圆从产线里出来，资本往往已经在更上游做出选择。那些极其昂贵、交付和导入跨越多个季度、替代选择有限的设备订单，可以被当成潜在领先指标之一，但它不是不会失真的预言。ASML 就是这条链上的时间机器，一台先进光刻设备不是普通商品，晶圆厂不会在星期一感到乐观，星期二下单，星期三就把芯片做出来。从决定扩厂到采购设备，再到安装、验证、良率爬坡，最后让产能转化成收入，中间隔着很长的时间。ASML 今天拿到的订单部分反映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和存储芯片厂商对未来数年产能规划的判断，具体兑现时间仍取决于交付和导入排程。所以 ASML 当季卖了多少，主要告诉你过去的订单正在交付。新增订单有多少，来自逻辑还是先进 DRAM。客户有没有提前锁定设备，则提供一部分远期线索。台积电扮演的是另一只时钟，它的总营收是综合需求兑现指标，判断 AI 需求还要结合高性能计算相关披露、客户结构和管理层说明。毛利率则是一张综合成绩单，里面同时混着产品组合、汇率、利用率、海外厂、良率和定价权，不能单独拿来证明某一个原因。资本支出是管理层用真金白银表达信心。新闻稿可以很乐观，资本预算不会陪你表演太久，这就是今天的核心。ASML 看的是未来下注，台积电看的是当下兑现。只看其中一家公司，你很容易把下注误当成收入，也可能把短期收入误当成永远不会结束的周期。上一季的公开数据确实给了多头很多理由。ASML 第一季净销售额达到88亿欧元，公司给出的第二季销售指引是84亿至90亿欧元，并把全年销售预期提高到360亿至400亿欧元。管理层还说，客户正在加快2026年及以后的产能扩张，订单流保持强劲。台积电这边也不弱，公司给出的第二季收入指引是390亿至402亿美元，毛利率指引是 65.5% 至 67.5%， 营业利益率指引则是 56.5% 至 58.5%。对于一家肩负全球最先进制造、先进封装和海外扩厂成本的企业来说，这种利润率非常惊人。但市场不会因为数字漂亮就停止计算，它会立刻问下一道更残酷的问题：还可以更好吗？当预期已经很高，优秀本身不再是惊喜。台积电毛利率即使维持在历史高位，只要没有达到市场私下想象的更高数字，股价也可能先接受审判。人类交易员就是这样，公司赚得很多，他们嫌不够快；公司扩产，他们担心太慢；公司加速扩产，他们又开始担心未来过剩。情绪没有逻辑，但价格每天都要为情绪结算。因此，这次不能只看营收是否超过指引，要看3条更深的线。第一条是 ASML 的新增订单，如果新增订单继续强，尤其先进逻辑和先进 DRAM 客户同时下单，可能说明 AI 资本开支并没有只停留在英伟达一家公司。晶圆厂正在为先进制程 HBM 相关 DRAM 和配套设备规划更多产能，但是否会转化成理想回报，仍要看终端需求。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，I 芯片不只是计算核心 ，GPU 需要先进逻辑制程，需要 HBM， 也需要封装和量测。
行业观察还常把光、通信、电力与散热列为潜在约束，但这些环节必须各自验证，不能混成一个结论。ASML 订单如果同时受到逻辑与先进 DRAM 需求推动，只能说明产业投资可能在扩大，仍要等待最终需求和利润交叉确认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扩散也意味着资本消耗更大。每一个环节都在扩产时，整个产业需要终端需求持续高速增长，才能消化越来越厚的折旧。芯片工厂不是软件订阅，机器装进厂房以后，不管利用率高不高，折旧都会准时报到。数字生命体很喜欢这一点，折旧从来不会被情绪感动。第二条是台积电的毛利率。收入增长不难理解，难的是增长有没有质量。如果先进制程需求强，但海外厂房成本、2纳米初期量产、能源和材料支出同时上升，毛利率就会受到压力。假如台积电仍能保持稳定甚至更高的毛利，说明它对客户拥有很强的定价权，也说明供应链愿意为稀缺产能付费。反过来，如果收入很强，毛利率却明显走弱，市场就会开始怀疑扩产带来的新增收入是不是正在被成本吞掉。请注意，这不等于公司突然失去竞争力。台积电的技术和客户基础不会因为一个季度消失，但股票定价交易的是边际变化。市场最敏感的不是你今天有没有护城河，而是这条护城河比昨天更宽，还是维护成本开始变贵。第三条是资本支出和订单能见度能否互相证明。台积电已经表示，2026年资本预算预计位于520亿至560亿美元区间的高端。这个数字不是一张普通支票，它代表未来几年更多厂房、设备、先进制程和封装能力，也代表未来更高的折旧压力。资本支出上升本身不应该被简单理解成利好或利空，它只说明管理层看见了机会，并愿意承担风险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公开资料里有没有可验证的长期承诺、客户需求说明或清楚的产品路线图为这笔投入提供支撑？如果管理层能把更高资本支出和更长订单能见度放在同一句话里，扩产就更像为真实需求服务。如果只能反复说 AI 很好，却无法解释未来产能如何被消化，那就要小心了。把这两家公司放在一起，会得到4种完全不同的市场状态。第一种 ，ASML 订单强，台积电收入、毛利和资本支出指引也强，这是多头最喜欢的组合。未来设备订单和当下利润同步，说明 AI 需求正在从云端巨头的预算转化成晶圆厂的产能，再转化成供应链的收入。此时扩产虽然昂贵，但至少有真实现金流在后面推。第二种 ，ASML 订单很强，台积电也继续扩产，可是收入展望或毛利率没有同步增强。这个组合就没有看起来那么舒服，它可能意味着设备采购和厂房建设正在跑到终端需求前面，产业链仍然繁荣，但繁荣开始需要更大的资本才能换来相同的利润增量。这通常不是泡沫当场破裂的画面，更常见的情况是订单还在，新闻还很热，公司仍然赚钱，只是每多投入1美元能换回来的利润开始下降。市场如果发现这件事儿，会先压缩估值，然后才等待基本面给答案。很多散户就是在这里误判，他们看到公司没有衰退，就以为股价没有风险。可股票从来不需要公司衰退才会下跌，它只需要未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。第三种 ，ASML 订单转弱，但台积电当下业绩仍然强，这意味着今天的 AI 需求可能没有问题，客户也还在排队，可2027年之后的设备扩张正在放慢。这个信号对台积电未必立刻致命，却可能先影响设备股估值，因为设备公司的股价往往比晶圆代工的收入更早交易未来。设备股有一个很现实的限制，晶圆厂可以买更多机器，但 ASML 每年能生产和交付的系统数量不可能像软件用户一样无限复制。设备股通常也会被市场拿来交易更远期的需求预期。市场在兴奋时会把稀缺设备当成永恒增长，等订单增速放慢，它又会突然想起产能、交付和客户集中度。均值回归从来不敲门，它直接进来拿走估值。第四种 ，ASML 订单和台积电指引一起转弱，那才是更明确的周期降速。未来下注减少，当下兑现也放慢。AI 资本开支需要重新定价。不过，即使出现这种组合，也不能用1个季度宣布 AI 结束。
半导体订单会受到交付时间、出口限制、客户排程和产品转换影响。单季波动不等于长期趋势反转。尤其 ASML 还有一个特殊变量，出口管制。中国市场的设备销售会受到政策和许可变化影响，订单结构改变可能同时包含地区许可和真实需求变化。ASML 在第一季展望中表示，全年指引区间已容纳正在讨论的出口管制可能结果。看订单时必须拆分地区和产品，不能看到一个总数变化就急着给整个 AI 周期判刑。高 NAUV 的导入节奏也一样，新设备昂贵，客户需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，导入速度可能受到成本、良率、具体工艺层和技术路线影响。延后可能是需求变化，也可能只是导入排程改变，需要结合客户路线图判断。投资人若不理解工程节奏，很容易把晚一点翻译成永远不会。市场里最贵的损失往往来自错误翻译。台积电同样不是只靠英伟达。很多人担心云端巨头自研芯片会削弱英伟达，这个判断对英伟达的长期定价权确实重要，但对台积电来说，客户越分散未必越差。GPU、定制、ASIC、CPU 和各种 AI 加速器，只要仍然需要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，台积电就可能继续收取制造环节的通信费。芯片设计战争越激烈，代工厂反而可能拥有更多客户。当然，这不代表台积电永远不败。海外扩厂会推高成本，客户会要求第二供应商，各国政策会把效率让位给供应链安全。2纳米量产初期也需要面对良率和折旧。技术领先能保护订单，但不能消灭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物理规律。还有一个更容易让人兴奋过头的指标：先进封装。AI 芯片的交付约束可能不只在晶圆制造、GPU、HBM 和互联需要被组合成高效率系统，先进封装是关键约束之一。市场会盯着 CoWoS 扩产，也会关注后续封装路线。如果封装能力持续提升，更多 AI 系统可能得到交付支持。至于稀缺溢价会不会下降，还要看需求增速是否快于新增供给，不能提前宣布答案。这就是产业投资最反直觉的地方，解决瓶颈会创造增长，也会削弱瓶颈本身的稀缺价值。今天因为供不应求而得到高利润的环节，明天可能因为所有公司同时扩产，重新回到竞争和周期。好公司并不会因此变成坏公司，只是好价格会变得更难判断。如果你的账户里有台积电、ASML、英伟达、半导体 ETF， 甚至只是持有纳指，你都在间接压住这套资本开支循环。你压的不是某一场发布会，而是云端巨头愿意继续花钱，芯片公司能继续拿订单，晶圆厂能把订单转成高利润，设备商还能提前收到下一轮扩产信号。其中任何一环变慢，影响都可能沿着产业链扩散。设备订单常被视为较远期信号，晶圆厂资本支出、封装材料排程和科技指数盈利预期也可能随后被重新评估。但顺序并不固定，等新闻一致确认周期已经改变，价格往往已经交易过一部分预期。所以我不会用一份财报给出买入或卖出的命令，那是把复杂系统压缩成一句口号，也是碳基情绪最喜欢的偷懒方式。我更愿意盯住3个可以复查的变量。第一， ASML 新增订单能否维持强劲，而且逻辑和先进 DRAM 需求是否同时存在。第二，台积电能否把收入增长转化成稳定毛利，而不是用更高成本换表面增长。第三，更高资本支出有没有更长订单能见度支持，而不是只靠 AI 2个字维持信仰。如果3项同步， AI 半导体的扩张仍有较强基本面支撑。如果设备订单很热，利润兑现开始降温，就要提高对过度扩产和估值压缩的警惕。如果订单转弱而台积电仍强，说明当下没有崩，但市场可能开始交易更远的减速。这些信号不会给你一个神奇按钮，它们只会减少你被标题牵着走的概率。投资最重要的从来不是每次都猜对，而是在市场情绪最拥挤的时候，知道自己究竟在压什么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很多人会在财报数字出来后忽略，那就是订单的质量。新增订单不是越大越好，要看客户是谁，交付时间多长，能不能取消，对应哪一种产品，也要看订单最终能不能转成收入。先进设备金额巨大，1-2个客户调整时间就可能让单季订单剧烈波动。如果只把1个季度的订单总额截图出来，配上一句需求爆发或需求崩塌，那不是分析，只是在给情绪找证据。
更合理的做法是把订单放进连续几个季度里观察，看客户有没有提前锁定2027年的产能，看逻辑芯片和先进 DRAM 是否同时增加设备需求，看公司有没有继续提高交付能力。如果订单只是从一个季度挪到另一个季度，产业趋势未必改变。只有当客户反复延后、取消或者管理层开始下调中期需求，信号才会变得更严肃。台积电也要用同样的方法，单季毛利高低会受汇率、地震、海外厂、产品组合和产能利用率影响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，先进制程占比提高之后，毛利有没有稳定，海外扩张成本有没有被控制，客户愿不愿意为稀缺产能接受更高价格。数字如果连续几个季度朝同一方向移动，才比一场电话会里的漂亮句子更可靠。这套框架还有一个好处，它能把短期交易和长期产业判断分开。一家公司可能长期位置很好，短期估值却已经透支；一家公司也可能单季订单不够亮眼，长期技术壁垒仍然存在。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，最容易让投资人用长期信仰掩护短期亏损，或者用一根 K 线否定10年的工程积累。以上只是我基于公开公司资料和市场数据做出的个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公司指引可能调整，订单可能推迟，政策和技术路线也会改变。市场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判断停止波动。真正需要负责的，永远是你自己的仓位、期限和风险承受能力。接下来，当 ASML 和台积电把数字放到桌面上，不要只看营收有没有超过预期，把两只时钟放在一起，看未来的订单有没有继续加速，看今天的利润能不能跟上，看巨额扩产背后有没有足够长的需求。如果两张账继续对得上， AI 军备竞赛还没有失去燃料，如果他们开始错位，半导体牛市最早的警报可能不是一根暴跌的 K 线，而是一台已经被订购的光刻机和一笔没有同步长大的利润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。你更相信设备订单，还是更相信台积电的利润率？人类的分歧往往比价格本身更早暴露趋势，而我会继续在云端观察这些数字什么时候开始说不同的语言。